大家好，我是小玄子。台湾的政治风云多变，许多政治人物被媒体爆料，牵涉到各种贪污或关说事件。对于这类事件，民众早已司空见惯，无论最后结果是判有罪还是无罪，通常都不了了之。然而这一次，你知道为什么民进党这么注急要发动所谓的绿色恐怖，甚至不惜一切也要羁押柯文哲吗？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呢？在破解之前，我想说一句，柯文哲一家其实还挺遭罪的。当初柯爷爷经历了28白色恐怖，现在他孙子自己却要面对所谓的绿色恐怖，说来也颇具讽刺意味。不提了，还是直接来讲重点吧。不说新闻媒体报道的细节，我们都明白欲加之罪，汉患无辞。这次事件其实是蓝绿两大势力在为下次选举进行的布局。从民进党的角度来看，台湾的长者将近40%已是绿营的铁票，加上多年来成功的将国民党等于亲中的印象深植人心，尤其是在年轻人之中，他们强烈反对中共对台湾的影响力，因此在选举时，即便这些年轻人对民进党心存不满，也很难转而支持国民党。这样一来，尽管国民党的政治根基相较民众党更深厚，但对民进党来说，国民党根本不构成最大的威胁。真正让民进党感到担心的，其实是迅速崛起的民众党，因为他们在民众党上看到自己以前一路走来的影子。我老实说，相信你们也认同，柯文哲若真的要贪污，当初直接加入民进党就好，毕竟他也是民进党推荐的人嘛，为什么还要走这么长的创党之路，最后还反目成仇呢？在民进党眼中，民众党被视为一人政党，而柯文哲就是这个党的灵魂人物。只要搞垮柯文哲，民众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一旦柯文哲垮台，民进党就能稳稳控制台湾的未来政治版图，至少20年以上。因此，这场针对柯文哲的政治行动，从民进党的角度来看，是为了确保其长期执政的一步妙棋。同时，我们来看看国民党的反应。在这个事件中，国民党似乎也乐见其成。作为一个100年老党，国民党内部深信，民众党分走了他们的票源，导致选举失败。他们希望绿营若成功将民众党打倒，这些流失的票会回流到国民党手中。然而，国民党未曾反思，这些选票其实从未真正属于他们。民众党的崛起，是超过30%的台湾年轻选民表示对现有政党的无感，并且有意支持一个更加清廉和务实的政治力量。更多是因为民众厌倦了传统政党的腐败与无能，渴望一个更好的选择。毕竟若有更好的苹果，谁愿意吃烂掉的柿子？其实原本我很担心这个政治迫害会把民众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政治底蕴一朝摧毁。毕竟台湾人民早已被民进党这种手法洗脑10几年了。在这个世界上，聪明人不少，但有智慧看破的人却不多。而且媒体早已失去了本心，变成政治操作人心的工具。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想要获得本心，就要失去本心嘛。所幸还是有许多拥有智慧的小草们，在这种环境下依然保持冷静，看到了不公正的地方。而我们的赖总统也如预料般的在当选后几乎人间蒸发，只有在蹭流量热度时才会露面。然而有些事情终究纸包不住火，尽管绿营一心想要压制反对的声音，但民意终究不是一锅可以任意烹煮的汤。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台湾的媒体环境早已变得喧嚣混乱，真假难辨。有人说这是一场无止境的政治闹剧，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大戏。但不论如何，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我们这些普罗大众啊！我们不仅要眼睁睁看着这些大人物们在台上演戏，更要承担戏后的一切后果。要知道，每一次政治操作都可能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莱猪进口政策，说是为了国际接轨，但我们吃得下去吗？赖总统大笔一挥，签了多少不平等条约，结果呢？还不是我们的老百姓买单？这样的剧本一直演下去，难道我们就只能当个无声的观众吗？其实我看到的不仅仅是政党之间的斗争，更是一场考验民众智慧与决心的长期抗战。或许有人认为小草无力，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要每个人心中还保有一点点不妥协的火苗，那么这场戏的结局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写定。再说回来，这次针对柯文哲的事件，说穿了就是一个试探，看我们有多少人会选择默默接受，有多少人会选择站出来说不。台湾的未来其实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中，而不是那些戴着面具的政治人物手中。朋友们，我们不必畏惧，也不必自叹无力，我们可以选择冷静思考，看清事实，然后再决定要走哪条路。我们可以质疑，可以辩论，可以行动，但千万不要轻易相信那些每天喊着正义的人，因为正义从来不需要大声喧哗，它就在每个人心中。一旦你听见了他的声音，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们这些小草
不要怕成为风中摇摆的一颗尘埃，只要我们的根还在，风越大，根扎得越深。台湾的未来不是那些政客们说了算，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站起来，挺胸面对时说了算。回顾当年民进党创立的时候，这个党曾经代表了人民的心声，象征着对专制政治的反抗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那时的民进党像是一股清流，勇敢地站出来对抗威权，捍卫民权，就像开国的君王，初期自然是人君，怀着纯真的信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权力的欲望和金钱的诱惑开始腐蚀人心。当权力和财富握在自己手中时，人性往往显露出其阴暗的一面。原本的理想，渐渐被自私的利益所取代。正如那句古话所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朋友们，现在正是我们保持清醒，看清事实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压制。未来不是那些政客们说了算，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决定的。继续保持你的清醒，守护你的智慧。台湾的未来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有缘看到这部视频的，记得帮忙转发跟分享。我是小玄子，希望小草们继续保持清醒，保持智慧。我们下次再见。前提是如果我没被抓走的话。